30分钟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聊《金瓶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提起这3个字，10个人里9个会挤出一种心照不宣的笑，说不就是西门庆跟潘金莲那档子风月事吗？我劝你赶紧把这个念头掐灭。这本书要是只有床楹之间的故事，鲁迅不会说它同时说不，无以上之，张爱玲也不会翻来覆去的读。《红楼梦》写的是神仙历劫，骨子里是一首理想主义的挽歌。《金瓶梅》写的是你，是我，是咱们这帮没资格下凡，只能在烂泥地里摸爬滚打的凡夫俗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为了一个晋升名额，硬着头皮去跪舔一个你打心眼里瞧不起的人。深夜打开手机，看到老同学晒了新车新房，嘴上说恭喜，胸口却像被人捅了一刀。又或者月底对着银行卡余额发呆，觉得只有那串数字才能让你喘上一口气。如果你中了任意一条，你就必须读懂《金瓶梅》。它不是什么禁书秘籍，它是一本成年人的欲望说明书，也是一面剥掉滤镜的冷光镜子。作者兰陵笑笑生就像一个不打麻药的外科大夫，拿着柳叶刀把人性里最隐秘的贪、嗔痴、慢疑一层一层切开，摆在无影灯底下给你看。先把男主角西门庆拎出来，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一个脑子装在裤裆里的色鬼。如果你只看到这一面，那你把一部史诗级纪录片当成了3级片，把西门庆平移到今天，他是一个让你既艳羡又咬牙的狠角色。26、7岁，相貌堂堂，妥妥的斜杠创业者。主业开连锁大药房，副业搞民间借贷，后来花钱捐了个官，当上了提刑所副千户，约等于地方法院副院长兼公安局副局长。商、官、黑、白4条线全握在手里，驱动他一切行为的底层代码并不是好色，而是一个字：贪，或者用好听的词叫无限扩张的欲望。书里有个极妙的细节，西门庆最大的爱好不是躲在后院寻欢，而是站在自家大门口。古代大户人家的老爷都坐在深宅里端着架子，他偏不，他就爱戳在街口盯着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眼睛里全是饥渴。那个眼神跟写字楼里加班到凌晨，望着窗外万家灯火发誓一定要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年轻人一模一样。西门庆活得极累，他没有安全感，他拼了命的抓钱、抓权、抓女人，因为只有把实实在在的东西攥进拳头，他才觉得自己是真实的存在着。这不就是我们的存在主义焦虑吗？我们不停地刷手机，不停地下单，不停地追逐刺激，不过是在拿外物填补胸腔里那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西门庆就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还要更多的贪念被放到了最大音量。只有欲望的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女人来配戏？接下来必须聊潘金莲，但我不打算聊她的风流账。我想带你看一看一个底层女性在吃人的世道里是如何一步步被逼成恶鬼的。所有人提起潘金莲就2个标签：淫荡、毒辣。可作者在开篇就交代了她的底色：裁缝家的女儿，父亲早死，9岁被卖进王昭宣府学弹唱，后来又被转手卖到张大户家。注意这个动词，卖，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一件流通商品，长得漂亮，漂亮对她而言既是筹码也是诅咒。张大户年老色衰，想动她，被正房太太发现后要往死里打。张大户为了甩掉这件烫手货，倒贴一笔钱把他塞给了全县最窝囊的男人武大郎。你试着钻进潘金莲的脑袋，想一想，你年轻聪明，会弹琵琶，识文断字，心气比天高，结果命运像倒垃圾一样把你扔给了一个3寸丁骨树皮。每天早上睁眼看见的是那张让你窒息的脸，推开窗户听见的是巷子里卖梨卖茶的吆喝声和永远不会改变的粗糙日常。心理学有个词叫相对剥夺感，潘金莲的痛不仅仅是穷，而是我不该只配过这种日子的剧烈不甘。所以当那根撑窗的竹竿滑落，砸中了路过的西门庆，很多人读到的是奸情的起点，
但我读到的是一个溺水的人猛地抓住了一根浮木。《水浒传》用道德审判写这一幕，《金瓶梅》却写得极细腻。西门庆看潘金莲看的是美色，潘金莲看西门庆心里想的是好一个雄壮大汉。这不只是荷尔蒙，更是资源的引力。西门庆身上那件值钱的绸衫，那副目中无人的派头，那种一切尽在掌控的气场，代表的是潘金莲做梦都想挤进去的上流世界。她的狠是极度匮乏的土壤里长出来的毒刺，没有娘家兜底，没有存款傍身，没有任何退路。她手里仅有的牌就是这副皮囊和一颗比谁都精明的脑子。不够狠，他就得滚回那个卖炊饼的破屋子里烂死一辈子。所以潘金莲的悲剧从来不是淫欲的悲剧，是阶层板结的悲剧，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底层攀爬者选了最黑的那条夜路。你可能以为西门庆把潘金莲娶回家，两人就能过上没羞没臊的快活日子。恰恰相反，潘金莲跨进西门府大门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噩梦开场。因为这宅子里可不止她一个女人，正妻吴月娘，千户官的闺女，政治联姻的产物，稳坐中枢。二房李娇儿，青楼出身，手里有私房，钱又懂风月，属于带现金流入伙的合伙人。三房孟玉楼，富商遗孀，扛着巨额嫁妆进门，纯粹的兼并收购。你看西门庆的婚姻观本质上就是企业并购策略，而潘金莲呢，她进门时几乎净身。在这个地位跟资产直接挂钩的豪宅里，她是最穷的那个。吴月娘握着财政大权，地位铁打不动。孟玉楼有钱，说话腰杆子硬。潘金莲什么都没有，唯一的生存资源就是西门庆的宠爱。这就逼出了一个极端局面，她必须不停地争宠。就好比在一家合伙制公司里，别人都是带资进组的股东，只有你是靠老板一句赏识才坐上高管位子的。你怎么办？你只能拼了命的加班，拼了命的打压同事，拼了命的证明自己不可替代。于是潘金莲在西门府里的种种做天做地，心狠手辣，害死别人的孩子，逼走其他妾室。你如果不理解她的处境，会觉得这女人是疯子。你一旦看懂了底层逻辑，就会发现这全是生存焦虑在发作。一旦失宠，她在这个家里连个端茶倒水的丫鬟都不如。书里有个细节扎心到骨头里，有回潘金莲为了争宠，一针一线缝了双极精致的红绣鞋，鞋尖上拿金线绣了花，穿着在西门庆跟前来回晃。这双鞋是她全部的心血和讨好。而同一天，西门庆的另一个小妾李瓶儿过生日，随手赏给下人的银子比潘金莲一整年的月钱还多。潘金莲盯着李瓶儿那种云淡风轻的阔绰，嫉妒像毒蛇一样啃她的心。那种恨不是因为李瓶儿比她漂亮，而是因为李瓶儿有钱，所以活得从容，活得松弛。而她必须像斗鸡一样时刻竖着羽毛，才能保住一席之地。兰陵笑笑声太残忍了。他冷冷地告诉你，所谓宫斗、宅斗，扒掉华丽的外衣，斗的不过是稀缺的生存资源。当爱变成活命的筹码，人就会变成鬼。如果说潘金莲是一团烈火，那李瓶儿就是一汪静水。她是《金瓶梅》里极少数还残存人性温度的角色。她原是花子虚的妻子，花家败落后，她把家底像搬砖一样，一箱一箱运进了西门庆的库房。西门庆后来能把盘子做那么大，甚至花钱买官，原始资本的大头都来自李瓶儿。按理说这是个人民币玩家，可他偏偏不图西门庆的钱，他倒贴资产，图的是这个男人本身，图的是一份感情的归宿。对于阅女无数、精明到骨头里的西门庆来说，这种纯粹太稀缺了。他在外面勾心斗角累成狗，回到李瓶儿的房里，看见的是不设防的温柔和一张永远在笑的脸。所以李瓶儿进府之后迅速成了专宠。这一下潘金莲彻底炸了。以前她争宠争的是锦上添花的注意力，现在李瓶儿来了，既有钱又有爱，这是釜底抽薪式的生存危机。就像你在公司拼了5年，好不容易做上总监，突然空降一个人，业务比你强，资源比你多，脾气比你好，老板还特别信他。
你会怎么办？潘金莲的选择是必须开战，但跟这种氪金玩家正面硬刚无异于送死。他很快嗅到了整场战争的胜负手。孩子，书写到中段发生了一件大事，李瓶儿生了个儿子，取名关哥。这个婴儿的诞生直接把西门府的权力格局钉死了。西门庆欣喜若狂，有了最爱女人生的继承人，他什么都不缺了。潘金莲彻底沦为透明人，嫉妒开始让他发生化学变异。他发起了一场针对婴儿的冷暴力。他没有像话本戏文里那样下毒放火，那太粗糙，太容易留把柄。他养了一只白猫，叫雪狮子，每天拿生肉裹在红布里训练它扑咬。你大概想到了，刚出生的婴儿裹在红色襁褓里，在那只猫的眼里就是一块肉。他同时在李瓶儿的窗根底下指桑骂槐，摔摔打打，制造持续的精神高压。李瓶儿胆小，产后体虚，婴儿更是经不得一丁点动静。潘金莲要的就是在那个小院里培育一种恐怖主义式的氛围。终于有一天，关哥穿着红衫在炕上玩，那只猫猛地扑上来，抓伤了孩子。婴儿受惊抽搐，日夜啼哭。而李瓶儿呢，她明明知道这一切是谁在搞鬼，却不敢撕破脸，只会哭，只会烧香求佛。善良如果没有锋芒，就是软弱。软弱在恶人面前就是一种沉默的配合。最终关哥被活活惊死，孩子的死抽走了李瓶儿半条命。没过多久，李瓶儿血崩而亡。一个带着温度的生命就这样被一点一点磨损、消耗，最后像蜡烛燃尽一样熄灭。你以为潘金莲赢了，她干掉了最大的对手，铲除了继承人，该重回巅峰了吧？这恰恰是金瓶梅最狠的地方。这场游戏里没有赢家。李瓶儿死的时候，西门庆哭得死去活来，抱着她冰冷的身体喊了一句让所有读者动容的话：我的没救的姐姐，你去了，我也活不长了。这不是客套，西门庆是真的崩了。他不顾民俗禁忌，把李瓶儿的画像挂在书房，日夜对坐发呆，也不去别的女人房里了。因为李瓶儿是这个冰冷世界上唯一能让他在精神上感到安全的人。他一走，西门庆的魂也跟着走了。从此他变得更加疯狂，更加纵欲。但这种纵欲不再是寻欢，而是自毁。他在用肉体的极端刺激去麻痹精神上的巨大坍塌。心理学说得很清楚，当一个人无法消化巨大的丧失感，往往会滑进成瘾行为。西门庆开始疯狂的嗑药，疯狂的猎色，像一辆油门焊死的跑车，直直冲向悬崖。而潘金莲虽然斗倒了李瓶儿，却永远失去了西门庆的心。他现在来他房里只剩发泄，眼神里甚至带着一层隐隐的恨。他赢了战役，输了整场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庞春梅，潘金莲的贴身丫鬟。她心气极高，全程目睹了这场绞杀，学会了比主子更冷硬的生存法则。如果说潘金莲是恶，春梅就是狂。她看穿了这个家的全部虚伪，谁都不放在眼里。她将来会逆袭成比潘金莲更凶猛的角色。这一段的残酷在于，李瓶儿怀着对爱的渴望进场，死在人性的恶意里；潘金莲怀着对生存的渴望开战，把自己活成了恶鬼。西门庆在拥有真爱的一瞬间，又亲手弄丢了她，从此坠入深渊。他冷冰冰地告诉你，在一个没有规则、没有公平，只有利益算计的场子里，所有的胜利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关系都是有毒的。李瓶儿的悲剧说明，在狼群里做绵羊是有罪的。你的善良必须自带刀锋，否则你的退让只会变成恶人蹬鼻子上脸的台阶。西门庆的悲剧说明，纵欲的尽头是虚无。一个人开始疯狂追逐感官刺激的时候，恰恰是他内心最痛、最孤独的时刻。故事进入倒计时，正月15，元宵佳节，整个清河县张灯结彩，烟花炸天。西门庆刚刚升了官，生意日进斗金，家里虽然死了李瓶儿，但又添了新人，看上去是人生巅峰。但你凑近看就会发现，盛世底下全是裂缝。他眼圈发黑，身体发虚，
却像一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停不下来。他开始依赖一种神秘的胡僧药来维持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累到脱相，还在灌咖啡、灌红牛，熬最深的夜拼最狠的活，或者在酒精里寻找片刻的松弛。我们总以为身体是一台永动机，加点油就能跑。西门庆马上要用命来示范一条铁律：凡是透支的，命运早晚连本带利讨回来。元宵节后没多久，他在潘金莲的房里因为过量服药精尽人亡，死的时候才33岁。很多人把这段当黄色段子看，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深的警钟。西门庆死于什么？死于过度索取。那颗药就是欲望的实体化，他以为它能带来快乐，结果他榨干了他最后一滴生命力。像不像我们的多巴胺陷阱？刷短视频一刷2小时停不下来，拆快递的瞬间很爽，然后是漫长的空虚，拼命升职，以为到了那个位子就幸福了，结果发现上面只有更稀薄的空气。西门庆临死前极其痛苦，头晕目眩，下体溃烂，曾经让他征服世界的身体，此刻变成了折磨他的刑具。更讽刺的是，他的遗嘱，他把女婿陈经济叫到床前，交代的全是铺子里还有多少银子，药铺里还有多少欠条，库房里还有多少货。直到咽气的最后一秒，他脑子里装的全是账本。他没交代怎么照顾孩子，没交代怎么维系亲情。他一辈子活成了一台精密的计算器，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最后什么都带不走，连一句真心的挂念都没留下。西门庆一死，大树连根断裂，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人心恐怖片。第一类人，背叛者。活着的时候，那帮拜把子兄弟应伯爵、谢希大，天天大哥，长大哥短，人一死，连炷香都没来烧。应伯爵转头就投靠了西门庆生前的死对头，把人家的商业机密、赚钱门路全卖了出去，还帮着外人坑西门庆的遗孀。酒肉朋友的真面目就是利益链一断，情分清零。第二类人，偷窃者。仆人，奶妈趁主母吴月娘忙着办丧事，疯狂地顺东西，今天少个花瓶，明天少件衣裳。女婿陈经济更绝，趁乱和潘金莲勾搭成奸，还在暗中转移家产。整个西门府沦为一家即将关门的无人超市，人人都想在最后一秒多捞一把。第三类人，清醒者。平日不显山露水的孟玉楼看透了这个家没救，果断带着私房钱改嫁一个老实官员，平稳着陆。他证明了一件事：沉船之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经济能力是唯一的救生圈。那潘金莲呢？他跑不掉，他身上背着武大郎的人命，他太毒太穷，没有退路。西门庆死后，吴月娘把他赶出家门，哪怕他此时怀着女婿陈经济的孽种，只扔给他几件破衣服，交由王婆领出去发卖。注意这个词，又是卖。他的人生从被卖开始，以被卖收尾，一个完美的绝望闭环。这时武松回来了，王婆骗潘金莲说武松是来娶她的，潘金莲竟然信了。书里写，他听到这个消息居然高兴起来，还仔仔细细的梳妆打扮，心里盘算着小叔子亲上加亲。他也是打虎英雄，不比西门庆差。你看，到死他想的还是找一个强人做靠山，他一辈子都没学会靠自己。当他满怀憧憬走进武松的房间，等待他的不是花烛，而是刀光。武松杀他的过程血腥如屠宰，当年他用毒药灌死了武大郎，如今他被武松剖开了胸膛，因果的齿轮咬合的严丝合缝。潘金莲死了，死在他一生追逐的情欲和依附的幻梦里，就像一朵开到极艳的罂粟，最终被连根拔起，丢进了烂泥。三大主角全灭，故事结束了吗？没有。兰陵笑笑生，还要安排一个人替我们去看看一切归零之后的荒凉。这个人就是曾经的小丫鬟庞春梅。她命硬，被卖进守备府后生了儿子，扶正成了诰命夫人，似乎替潘金莲圆了那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梦。他甚至回到早已破败的西门府旧址，看着满目疮痍，感慨万千。
可他也逃不过那个诅咒。得势之后的春梅比当年的潘金莲更狂，更不知节制，最后同样死在了纵欲上，死在了情人的身上。一代人倒下，新一代爬上来，重复同样的贪，同样的争，同样的毁灭。书的最后，金兵南下，中原大乱。西门庆唯一的骨血，他和吴月娘生的儿子孝哥，被一位老和尚普净法师收走了。老和尚指着茫茫人海说了一句寄语，大意是：这红尘滚滚，不过一场大梦。孝哥出家，法号明悟，至此西门府断子绝孙，香火全无。全书开头是热的，热气腾腾的包子铺，热火朝天的生意，滚烫的身体。全书结尾是冷的，冷风冷雨，冷透了的人心，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金钱，潘金莲沉了；平，酒色，李瓶儿碎了；梅，傲气，庞春梅折了。三个字合起来就是一部欲望从燃烧到灰烬的完整病例。读完《金瓶梅》，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灰心吗？是觉得人间不值得吗？我觉得恰恰相反。鲁迅说他写尽了人情世故，我想说它是一本清醒之书。他之所以把人性写得那么暗，把结局写得那么空，不是要你绝望，是要你知止。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住在清河县，算法鼓励你消费，像西门庆一样永远想要更多，职场逼你狼性竞争，像潘金莲一样日日焦虑。我们以为拥有了物质就拥有了安全感，可《金瓶梅》隔着400年冷冷地提醒你，欲望本身不是恶，被欲望吞掉才是恶。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真正的安稳可能不在于你像西门庆那样拥有多少，而在于你能不能像那个看破一切的旁观者一样，拥有随时喊停的能力。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求而不得，而是在无尽的追逐中弄丢了自己，跑到终点才发现那里空无一物。繁华只是背景，心安才是归处。感谢你陪我读完这本奇书，愿你在红尘里清醒且温暖。我们下一本书见。